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医生本间良子和本间隆介合著的《解除肾上腺疲劳，可以防止老化和认知症》一书。相对于心脏、肾脏和肠道等主要器官，大家可能对肾上腺了解不多。然而，肾上腺对于我们所关注的许多老化症状和认知症有着非常大的影响。本书介绍了通过解除肾上腺的疲劳来预防老化和认知症的绝佳方法。能否有效护理肾上腺，将会影响人体老化和认知症进展的速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老化的真正原因是肾上腺疲劳；第二，防止老化的3个解毒方法；第三，最大限度延缓老化的3个方法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老化的真正原因是肾上腺疲劳来开始解释。老化、认知症以及其他健康问题，并非单纯的是因为年龄增长，而是由肾上腺的疲劳所致的。过敏、认知症、不良生活习惯、抑郁和焦虑等问题，都是由体内的炎症引起的。但问题不在于炎症本身，而是身体无法有效控制炎症而导致的。负责抑制炎症的主要器官就是肾上腺，通过调节肾上腺的状态，缓解其疲劳，可以预防多种疾病和老化现象。现代生活对人们的肾上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，很多人的肾上腺实际上已经在求救了，但请放心，除非情况非常严重，否则肾上腺的疲劳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恢复的。尽管年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，但实际上，同样是50岁的人，有的人看起来很年轻，有的人却看起来特别显老。在认知症方面也是如此，有的人到了90岁还很健康，而有的人过了50岁就开始出现认知的问题。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体内的炎症。认知症以及其他老化症状都是由于体内的炎症引起的。因此，如果能够有效地抑制体内的炎症，不仅可以预防认知症，还可以改善其他健康问题，比如生活习惯病等。在当今社会，我们每天都承受着各种过度压力的影响，这些压力以不同形式在我们的体内引发炎症。然而，我们的身体本身就具备抑制这些炎症的功能，主要依靠一种名为皮质醇的激素，而皮质醇正是由肾上腺产生的。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处于高压状态下，肾上腺就需要一直全力运转以应对这些压力。但即使如此，有时仍难以应付。这种肾上腺全力运转并且疲惫不堪的状态，就是本书中所提到的肾上腺疲劳。当肾上腺疲劳时，体内的炎症无法得到有效抑制，结果就会导致疾病、过敏、认知症和老化症状的加速出现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能够适当的关爱一下肾上腺，让其减轻负担，我们的身体就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。肾上腺疲劳这一概念目前在海外也备受关注。在美国和欧洲的抗衰老医学领域，肾上腺疲劳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，临床实践中也逐渐引入了肾上腺护理这一课题。听到这里，我想大家可能已经理解了关注肾上腺疲劳的重要性。但也许有人会问，我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肾上腺是否疲劳呢？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检测呢？对此，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检查清单来自我评估一下我们的肾上腺状态：一、记忆力减退，经常想不起人名或物品的名字；二、无法深度睡眠，即使睡醒也感觉很疲倦；三、容易因小事感到烦躁或愤怒；四、不愿与人见面，觉得出门也很麻烦；五、感冒或伤口的恢复速度变慢；六、头脑昏沉，难以理解报纸或书籍的内容；七、更年期症状严重；八、性欲减退；九、胃炎、腹泻、便秘或腹胀等问题困扰；十、饮食量没有改变，但变得容易发胖；11、血压或血糖变高；12、白发、脱发增加，皮肤皱纹和斑点增多。如果您符合上述的3项或更多，那么您可能存在肾上腺疲劳的问题，建议采取方法来进行肾上腺的护理，来缓解肾上腺的疲劳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老化、
认知症与肾上腺之间的深层关系。在现代生活中，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各种过度的压力，而这些压力在我们体内引发了不同形式的炎症。炎症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。急性炎症类似于受伤时的局部红肿，而慢性炎症是指炎症的反应没有完全消退，而是以低强度状态持续存在。这种持续的炎症会逐渐损害我们的身体，导致组织功能和结构的异常，引发多种疾病。将炎症反应比作火灾，慢性炎症就像火灾一直在阴燃，逐渐蔓延到不相关的部位。为什么火灾会持续燃烧呢？这是因为火源不断地被引入，例如不健康的饮食、压力、吸烟等，这些都是引发炎症的因素。然而，我们的身体有抑制慢性炎症的系统，这就是由肾上腺分泌的皮质醇。皮质醇能够抑制持续的炎症，但如果肾上腺疲劳，皮质醇的分泌就会不足，无法有效抑制炎症，导致慢性炎症持续存在，从而加速人体的老化和认知症。不仅如此，肾上腺疲劳还会引发其他问题，例如失眠、疲劳、抑郁、便秘、腹泻、皮肤干燥、头发干枯、生活习惯病、过敏，甚至癌症等都与肾上腺疲劳有关。大家有可能听说过大脑雾霾这个说法，这指的是记忆力减退、思维迟钝、难以集中注意力等现象。如果您发现自己最近记忆力差，刚刚发生的事情也记不清，或者读书时难以理解内容，这可能就是大脑雾霾。这种现象与年龄无关，而是肾上腺疲劳引起的。听到这里，您应该意识到肾上腺疲劳的严重性。如果您现在正经历各种不适，很可能是肾上腺疲劳所致。只要消除肾上腺疲劳，可能就能缓解这些不适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防止老化的3个解毒方法。现代生活方式给肾上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，比如睡眠不足、长期疲劳、不健康的饮食习惯、化学物质和食品添加剂污染的空气，还有职场压力和人际关系问题，都在不断地侵蚀着我们的肾上腺。在这些压力因素中，饮食习惯尤为重要。很多人都有暴饮暴食或饮食不均衡的习惯，这对身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。虽然加工食品很方便，但通常含有大量的食品添加剂、糖和脂肪。为了缓解肾上腺的疲劳，首要原则就是避免摄入对身体有害的物质。在进行肾上腺保健时，步骤也至关重要。具体来说，首先要改善肠道的健康，然后减轻肝脏的负担。为什么要优先调理肠道呢？因为肠道是身体吸收营养的主要场所。食物进入体内后，在肠道中被消化和吸收。如果肠道不健康，营养素的吸收就会受阻，导致身体缺乏营养。调理好肠道后，接下来就是减轻肝脏的负担。肝脏负责体内的解毒功能，排出体内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等毒素。如果肠道状态良好，肝脏的负担就会减轻，有助于肾上腺更健康的运作。当肾上腺恢复活力时，体内的炎症反应也会减少，细胞也会变得更加健康。因此，我将介绍3种具体的方法，帮助调理肠道，减轻肝脏的负担，并缓解肾上腺的疲劳。这3种方法分别是：1. 无麸质、无乳制品、无糖饮食；2. 补充肠道和肾上腺所需的营养素；3. 减轻肝脏的负担。首先是第一种方法，无麸质、无乳制品、无糖饮食。在作者们的诊所里，为了缓解肾上腺疲劳，他们推荐实践3种无麸质、无乳制品和无糖的饮食。具体来说，就是不摄入含有麸质、乳制品和糖的食物。接下来我将分别解释一下。首先是麸质。麸质是存在于小麦等谷物中的蛋白质，当用于制作面包时，能赋予面团弹性，让面包口感饱满。尽管小麦制品口感丰富，但其中的麸质并不利于健康。除了面包之外，披萨、意大利面和乌冬面等食物中也含有麸质。
麸质据说可能会引起过敏和炎症，通过减少麸质的摄入，可以改善肠道环境并减轻肾上腺的负担。现在，无麸质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。如果您经常感到疲劳或胃肠不适，尝试无麸质饮食可能会奇迹般的改善您的健康状况。接下来是乳制品，乳制品中的酪蛋白据说也可能引起过敏，例如头晕和湿疹等。特别是对一些分解乳糖的能力较弱的人来说，尝试无乳制品饮食并观察身体反应是值得一试的。接下来是无糖饮食。如今几乎所有食物中都含有糖分，但为了清理肠道并减轻肾上腺的负担，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摄入糖分。许多患有肾上腺疲劳的人都有吃甜食来缓解疲劳的习惯，但这些食物会导致血糖水平波动，增加肾上腺的负担。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，过上无糖的生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因为糖不仅会影响肾脏，还与各种生活习惯病和其他疾病有关。所以，如果想要保持健康，首先就要远离糖分。也许您听到这里会问：不吃面包，不吃面条，不吃乳制品，还要戒糖，那我还能吃些什么呢？但事实上，有一种饮食方式可以轻松实现这3个要求，那就是日式饮食。在日式饮食中，我们可以停止吃面包，改成吃米饭，用豆制品替代乳制品，从味噌、泡菜等食物中摄取乳酸菌，而钙可以从小鱼中获取，而不一定要依赖牛奶，因为小麦、乳制品和甜食都有成瘾性。所以，曾经吃惯这些食物的人，刚开始可能会感到很难，但是只要坚持下去，甚至只要1个月，就会看到身体状况的明显改善，营养吸收能力会提高，身体状态会变好，甚至会感到更有精神，头脑更清晰。接下来是第2种方法，补充肠道和肾上腺所需的营养素。首先要提及的是鱼油，也就是富含 Omega-3 脂肪酸的食物。例如青鱼、秋刀鱼、鲑鱼和鲫鱼等，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 DHA 和 EPA， 这些 Omega-3 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减轻炎症非常有效。在日本，人们从古至今就有吃鱼的习惯，因此摄入足够的 Omega-3 脂肪酸相对比较容易，但需要注意选择鱼的种类和大小，建议选择小型的鱼类，并谨慎食用大型鱼类。如金枪鱼，因为现代海洋污染使得这些大型鱼类可能富含有害物质，如水银和二恶英等。这些有害物质无法被肝脏有效解毒，会在体内积聚。因此，在选择鱼类时，请务必选择小型的鱼类。如果不能摄入足够的鱼类，也可以考虑补充含有 DHA 和 EPA 的 Omega-3 脂肪酸补充剂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说一下锌的摄入。锌在炎症修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有助于抑制肠道内的炎症。建议多摄入含锌丰富的食物，例如鱼类、蛤蜊等贝类，以确保获得足够的锌。通过观察我们的指甲，可以判断出自己是否缺锌。如果指甲上出现白色的斑点，可能是缺锌的表现。最后，让我们来说一下维生素 B 群的重要性。患有肾上腺疲劳的人通常会缺乏维生素 B 群，因为制造皮质醇等激素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 群，而维生素 B 群无法在体内生成，需要通过食物不断补充。特别是在现代高压力的生活中，我们更需要关注摄入足够的维生素 B 群。接下来是第3种方法，减轻肝脏的负担。为了缓解肾上腺疲劳，我们需要注意肝脏的解毒功能。肝脏有着重要的解毒功能，可以处理酒精、食品添加剂、化妆品、杀虫剂等化学物质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中，各种毒素过多，导致肝脏的解毒能力跟不上，体内毒素积累后会引发炎症。为了减轻炎症，肾上腺会释放皮质醇，这会使得肝脏负担加重，同时也会影响到肾上腺。那么，我们如何减轻肝脏解毒的负担呢？方法非常简单，那就是尽量避免摄入不必要的物质。这里的不必要的物质指的是食品添加剂。
建议大家检查食品的标签，尽量选择添加剂较少的产品。加工食品通常含有较多的添加剂，所以尽量选择原料进行烹饪。除了食品添加剂，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些产品中也含有应该引起关注的化学物质，比如洗发水、护发素等可能含有多余的化学物质，尤其是含有对羟基苯甲酸酯的洗发水，请大家尽量减少使用。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样做太麻烦了，无法100%做到，但作者说的是应该尽量减少有害物质进入体内的可能性，因此建议大家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，因为简单的生活方式可以减少化学物质和有害物质对身体的影响。除了减少有害物质的摄入，积极支持肝脏的解毒也非常重要。排汗有助于解毒，所以泡澡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排毒方法。此外，摄取高效排毒的柠檬、西瓜、小白菜、西兰花等食物，以及促进肝脏解毒的大蒜、紫苏、葱和生姜等食物也非常重要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最大限度延缓老化的3个方法。这3个方法是：1. 放松身体，消除原始反射；2. 让餐桌色彩丰富；3. 尽可能减轻心理负担。首先是第1个方法，放松身体，消除原始反射。大家听说过原始反射这个术语吗？原始反射是指人类天生具有的一种反应机制，对于新生儿来说尤为重要，因为它是生存的关键机制。比如说，即使新生儿的视力尚未完全发育，当把奶嘴放进婴儿的嘴边时，婴儿会自然地开始吸吮。这种内在的原始反射被认为与肾上腺疲劳有密切的联系。原始反射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，但有时候它会部分保留下来，导致身体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做的是放松身体，消除原始反射，减轻肌肉的紧张，以减轻身体的压力。首先要进行腹式呼吸来放松身体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只需躺在床上，轻轻地将双手放在下腹部，闭上眼睛，然后通过鼻子吸气，从嘴里呼气。腹式呼吸有助于放松身心。当你能够做到腹式呼吸时，可以尝试一些伸展运动来消除原始反射。完成身体各部位的伸展动作后，你会感到身心放松，从而缓解肾上腺的疲劳。接下来是第2种方法，让餐桌色彩丰富。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每次都要考虑哪些食物对肾上腺有益，哪些食物对肾上腺不利，太麻烦了。我想给这些人提出一个简单的建议，那就是让餐桌色彩丰富起来。如果餐桌色彩丰富多彩，那么您就能够自然地摄取到平衡的营养。对于那些肾上腺疲劳的人来说，可能会感到精力不足，因此要想精心烹饪出丰盛多彩的餐桌可能有些困难。但并不需要制作很多种菜品，比如只有汤或沙拉，只要有丰富多彩的配料，就可以说是一顿健康的饭菜了。或者简单的用盐和橄榄油撒在新鲜的卷心菜或番茄上也是可以的。一旦坚持这样的饮食，等到肾上腺的疲劳得到缓解后，再逐渐丰富饮食内容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是第3种方法，尽可能减轻心理负担。由于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负担也会对肾上腺产生不良影响，因此减轻这些负担至关重要。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些减轻压力的具体方法，这些方法都很易于实施。首先是调整思维方式，尝试改变对待问题的看法。比如，如果有个朋友总是说些抱怨的话，不要马上生气，您可以试着换个角度来思考，而是想想他可能有着自己的烦恼。通过改变思维方式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情也会得到改善。另外，积极的自我暗示也是很有效的。每天花一段时间闭上眼睛，专注于自己的内心，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，反复告诉自己一些积极的话语。刚开始可能会有些分心，但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会有很大的变化。同时，还有其他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可以尝试，因为它们通常会非常有效。
另一种减轻心理压力的方法是培养一个可以全身投入的爱好。与调整思维和积极自我暗示相比，拥有一个能够全身心投入的爱好可能更容易实现。无论是唱歌、瑜伽、跑步、手工艺或看电影，都可以成为您的爱好。只要您全身心地投入其中，拥有这样的爱好就是一个很好的减压方式。希望您能找到一个有趣的爱好，让自己完全沉浸其中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